台湾大小事，经济学人示警，台湾太依赖 AI 了。先说结论，这经济学人讲的哦。台湾现在就是 all in 在 AI 上，如果 AI 翻车了，就会非常的可怕。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股王股后齐聚人物千亿等级的民间投资那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台湾内需起不来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 AI 让台湾赚翻了，为何内需跟不上？经济学人揭残酷真相。那内容是这样，就是台湾现在产业正在走向极端双轨化的 K 型危机，一端是 AI 热潮推动的半导体产业疯狂赚钱，晶片跟 AI 相关设备的出口量已经占台湾总出口的80%，那另一端则是非 AI 的传统产业非常非常的惨有多惨？你看我画线的地方，非 AI 的传统产业出口自2022年以来重跌40%，机械制造商因订单流失迫使员工休无薪假，就是这么极端。男子台积电灯火通明，新鲜的肝努力加班，而一般的传产铁门拉下来在打苍蝇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半导体产业那么赚，它到底养了多少人？是不是感觉很多？因为吹上一堆都是那个年薪300万的工程师嘛。好，实际上半导体产业到底养活多少人？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全国各大半导体厂员工总数仅约30万人，还是很多啦但是你看总就业人数，这个30万你就算把整个 IT 制造业你都算进去好了，好100万人嘛。好，那台湾的劳动人口总数是多少人？1165万人，1165万人。所以你看懂了吗？为什么台湾经济大好，台湾的内需还是一滩死水？因为真的有靠半导体电子业赚到钱的员工占劳动人口中的几趴 2.6%， 2.6%， 剩下 97.4% 都没有。然后为了外汇政府长期压低台币，压低台币就是台湾商品到国外也会觉得说这台湾来好便宜就是这样。政府长期压低台币，台币一弱，进口东西会怎样？变贵嘛。他买我们是便宜我们买他就贵嘛，因为我们台币弱嘛。好，那这个生活成本也会变高，生活成本一高，人就怎样？省着点用嘛。所以内需怎样就起不来。再来你要知道，台湾现在是走在风雨中接下来就是不好听的话了如果你要继续保有梦幻泡泡的话，那就赶快快转跳过。那我继续看经济学人怎么说他认为未来台湾对 AI 的依赖会更明显这还要经济学人来讲这个隔壁老王都知道。而会遇到的风险就是出口市场过度集中。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项指数，考量商品种类跟客户数量后，台湾是最极端的例子。其中以晶片为主的出口中2/3流向美国与中国。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大家突然发现哪一天那个晶片这东西好像也还好，没那么重要的时候，那台湾的出口会怎样？断崖式崩坏。你不要想说那有可怜 AI 强成这样你还记得今年3月的时候有一则差点震撼掉掀桌子的 AI 界的新闻吗？来，标题我念一下，台股 Google 新压缩演算法亮出斩杀线，记忆股多档下趴跌停就是今年3月的时候 Google 发表了一支叫 TurboQuant 的压缩演算法，宣称可以让记忆体的需求量以现在直接降低6倍以上。好那记忆体颗粒就没有那么多人要买然后瞬间美股记忆体全部都大跌，台股跟记忆体相关的直接跌停那现在看起来当然是好像没什么事情，雷声大雨点小嘛，但是这至少证明了一个东西就是你以为稳如老狗的 AI 可以因为某一篇论文或一个演算法或一个新的制程，一夕之间就被打上问号了，真的那我们再回头去看台湾晶片出口量2/3流向美国与中国。好，这件事情美国是谁在买晶片不就是那些巨头Google、微软、Meta、亚马逊这些科技巨头正在疯狂的盖 AI 资料中心，造就台湾这2年的出口奇迹。这东西是这样就是台湾台积电赚的钱就是他们花的钱，就这样嘛。那哪天他们不再花钱了，或是他们花的钱变少了，会发生什么情况？问题来了这些巨头这么拼命盖 AI 资料中心，是因为现在算力是军备竞赛，谁买的多谁跑得快。这东西就跟那个晶片半导体也是一样，
大家就毛起来在投入，到底在投什么？投说要是有一个人因为投下去，然后制造出了所谓的 AGI， 也就是通用型人工智能，就是无时无刻都直接回答你的天才的话，它会瞬间让其他家的 AI 直接废掉，你知道，就是大家只用最新的就好了，其他人完全没有一战之力。AI 有存在这种现象，你看新模型出来是不是旧模型没人要用？除非一些很特规，比方说生物制药他们在用的一些模型。但是 AGI 一出生以后，不好意思，如果这个 AGI 一出生是发生在 OpenAI 我乱讲OpenAI 的话，好，那 Google 啊那个 X 啊，就 Elon Musk 的 X 的 Grok 啊那个 Cloud 啊，通通都 GG 了，又没有人要用了，因为大家就用一个就好了。好，会有这个现象排他性，所以现在就是 AI 的军备竞赛嘛。如果接下来有更多的像 Google 发的论文叫 TurboQuant 的这种东西技术跑出来，同样的 AI 工作需要的晶片越来越少，或是低阶的晶片就可以了甚至是那些巨头花了天文数字，结果发现 AI 赚的钱根本补不回他烧的钱。你猜巨头会怎么做？巨头自己不想这样子做，他的股东也会逼他做，你知道就是怎样收手不是说完全不买，就是采购的量变小。好，他们一收手怎么办？我们台湾赖以为生的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订单量下滑会怎么样？到时候台湾就会面临最坏的状况。我们就 all in AI，我们的传产早就无薪假了台积电订单也少了请问台湾接下来会要靠什么撑那个出口量？凤梨世家这是一个很巨大的问号那最后你要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办？那最后我来跟你讨论说，如果不要想遇到这个最坏的情况，那我们应该怎么提早布局？我们的那个就反脆弱嘛反脆弱这本书，疾风知劲草你本身要是个劲草大风吹起来你才没事那你也不要说我在那边看衰台湾，我当然希望台湾好但是孙子兵法有云，战先虑败反正你要开打之前你要先考虑失败战先虑败，备退路。就算我不觉得我们会输，那也要先准备好退路，你知道，才不会输的时候往后一看直接是悬崖。比方说我们在开打之前那个 Uber 先叫好，有没有？那么快速赶快跑到 Uber 上，就这样撤离了。为什么回头一看就是悬崖，还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个悲剧英雄，很浪漫这样。来，经济学人他也有给我们台湾解法我们参考一下他给的解法是什么？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他有写到提高基本收入，这个我觉得不用考虑了政府每年都在调调到很多企业该叫。现在很多企业的利润都不够，像王品餐饮业的龙头我们都会去吃嘛。我最近还去吃那个什么和牛涮没卖，然后请客吃那个什么西体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家里很多那个餐券西体牛排跟以前比当然是有差啦菜色不要讲这个干嘛总之我们回来，好像王品我们都觉得他很屌很厉害嘛，可是他财报拉出来，你知道他利润几%吗？5%什么意思？鼻子浮在水面上呼吸。今天哪个牛肉哪个鸡蛋安再涨个价他要举了呢，连龙头都只赚那么微薄的利润，我就不是很懂说为什么大家这个失业以后第一想到都是去开餐饮，想说一天人要吃3餐做餐饮一定有客人殊不知这个餐饮是一个超级夸张，连龙头都只赚得到 5% 的市场就是你新手啦你这个去开餐饮，你是个新手嘛，你新手你在打地狱难度副本，你知道然后怎么样？然后你要逼王品加薪就 5% 你要加薪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导给你看。比较可以参考的还是不要再压低台币的汇率，跟停止补贴科技巨头这2招。好，我们要把钱拿来补贴下一个会发展的未来的产业。比方说讲到这个又要被骂这种风力光电弊案一堆我也知道这个事情很难谁敢这样子做？谁敢这样子他说要削减科技业的补助啦，去资助下一个世代的主力行业啦，他不用选了，你知道，因为台积电业绩下滑是你害的，这谁担得起这个责任？然后乡民发现原来是政府取消补贴台积电相关的东西，网络挞伐到他每次选，就是这个人政治生涯就白了，所以很难了。政策层面我们这些寻常屁民没办法干涉，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思考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嘛。我的建议就是一样那句废话，叫做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果你的收入、资产跟职业全部都绑在 AI 这上面，那你跟现在台湾一起脆弱，你知道所以我会建议说多留一条退路，
例如说你手上的房子你就不要只有南子这一区，其他地方也放一放就是孙子兵法那句说战先虑败备退路嘛，像大家都在那边嗨的时候，先把退路想好，未来真的刮风下雨那我只要把我的伞撑起来就好结果他们开始去超商去抢伞，然后发现卖光那这样比较起来我们就比较稳健。你看我一直在跟你讲的都不是赚多少，我们就在做不动产房地产，这不动的东西那边是要赚多少，我一直讲的就是稳健只有稳健才能让我们贯穿周期，才能让我们实现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所以稳比那个赚多赚少还要重要很多，我真的是这样子想。好，那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讲了为什么台湾 AI 出口赚翻，内需却起不来那我先讨论了台湾这陷入极端的 K 型经济，半导体集中少数高薪人口传产持续衰退，再加上生活成本的提高让很多人都不敢消费，所以内需才无法变高嘛。同时台湾出口过度依赖 AI 晶片跟美中市场，一旦 AI 的投资降温，风险会快速放大。结论就是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大盘的走向，但至少可以每个人先分散一点风险你不要把房子跟投资全部都压注在这个 AI 的概念区，当大家在狂欢的时候先替自己准备好退路，才是稳健的一条道路。你相信我你70岁的时候站也站不久然后腰也会酸眼睛也看不清楚的时候，结果我们看人均余命现在看起来科技再继续进步下去，大概我们人人100岁就你跟我应该人人100岁，那你70岁你就不太行了，硬都硬不起来了你未来30年你要花什么钱？你要花从年轻捏着的台积电到你70岁吗？台积电有办法吗？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就是拿来贯穿周期保本用的稳健用的，抗通膨用的那 AI 叙事这个大浪冲刷之下，要是它爆了，房地产总要有人租吧，总要有人住吧，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吧所以稳健能贯穿周期，到70岁的时候老了有房也有钱照顾好自己跟顾好家人，这比较重要。最后我想问你如果台湾未来还是重压半导体，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了那你认为这条路会继续安全下去吗？ A 安全台积电有技术护城河， B 不安全，产业太集中，风险太大， C 先别管，我只在乎薪水有没有变多。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零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意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我讲我的3个思考3个思考。来，第一个这比较难但是你听听看现在这个时代还能靠自己在那边思考出一些东西，我也是觉得很不错啦那跟你分享，从集中到分散我再说一次，从集中到分散。这东西是这样我们纵观科技业的发展历史，一律都是这样，从集中到分散。电脑刚开始的时候说怎么超大台要牛车拉，对不对？好，请问那时候的电脑跟寻常百姓、寻常屁民有什么关系？一点屁关系都没有，就觉得说那个是政府用的，那是军队用的，那是大学在用的。以前老师不是很爱讲，以前要打洞什么什么送那个纸进去什么有没的，那时候的电脑跟这个千家万户一点关系都没有。好，那你看看现在叫做人手都有笔记型电脑。好，这个就是从集中到分散，没有人想说未来大家人手都有电脑，就没有我就种田了我就开早餐店了，你要有电脑你学好，从集中到分散，
这条路是这样哦，个人电脑时代哦。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情况，下一个案例，网际网路。网路刚开始的时候就军用了，然后怎么说？网路上的芳邻其实是个很古老的东西，好，然后串到 TripleW 出来哈，万维网，好，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大家会觉得说，啊，我过我的日子上我的班，那个网路关我屁事。那你看现在多少人哦，一整天都离不开网路。我们去上班哈，那个工作的赖啊或什么，那都是网路啊。好，从集中到分散，对不对？好。从集中到分散，这中间创造了多少明星产业、明星公司哦？好，那现在也是一样，手机这种东西，传统是大哥大老板才有的，从集中到分散，现在人手一支哦，这个也是，反正科技的铁律就是长这样，就是从集中到分散。那现在我们眼下的 AI 有没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苗头发生呢？有。好，我讲这个案例哈，看你有没有感觉，就是说。AI 我们现在是集中的，集中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在问 AI 问题，是不是打到 OpenAI， 它的 server 处理完以后回吐资料给我啊，然后 Gemini 就打到 Google 那边去，然后回传给我。现在是集中哦。那 AI 有没有分散的必要？你想说这个也很合理吧？当然是他们的电脑、他们的伺服器机组比较强啊，他们的运算中心比较强啊。我当然是打给他，让他跟我讲就好。我怎么可能自己去养一个？那个在我本地端的 AI 呢？有啊，龙虾不是出来了吗？好，那龙虾没有夯到一般人这边，好，这是一回事。再来是什么 ？Apple 嘛 ，Apple 现在是什么 ？Apple 它的 Siri 要直接搭载 Gemini， 而且说尽量实现本地运算。为什么？隐私的需求嘛。哦，它讲是讲隐私。好，那实际上我们讲一个场景就好，无人车无人车在路上跑的时候，然后看到前面有一只小猫窜出来前后不到 1.5 秒，然后它要先打讯号到人家的那个公司里头，然后算完以后吐回来给它用，那个猫早就被碾过去了。所以车要有办法自己在本地就要完成运算好，手机也是一样，手机是因为隐私因为速度。好，那汽车的话也是因为速度，好，这些东西从集中到分散，在 AI 这边也要再发生一次。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日后手机就两种，不是 iOS 跟 Android 是 AI 手机跟非 AI 手机。这是 Computex 的黄仁勋，大家的干爹他不是也在说吗？要进入 AI PC 时代吗？现在还是在 PC 而已，以后就是 AI phone 了。好，那从集中到分散，分散以后每个人拿的手机都能跑一定程度的 AI， 不会是世界最顶尖的大模型但是这个是什么花？这个我在减肥，这个能不能吃？我妈只用问的还有一个让我们 glass 眼镜这东西，好，从集中到分散，从集中到分散是科技历史周期的潮汐涨跌就是长这样，这是铁律了。从集中到分散，你看我重复几次啊？从集中到分散，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未来手机的晶片会需要比现在强还是比现在弱？当然是比现在强嘛，对不对？好，那比现在强的话，从集中，现在是集中到未来的分散，所有的手机这东西没有办法透过软体更新去实现，你知道，你必须重买硬体。像 Apple 现在能支持它的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就是要什么型号以上的嘛，它的晶片它才跑得动嘛。好，晶片谁的拿手好戏？台积电，对不对？好，以前在网际网络时代网络的普及的从集中到分散是怎么样？就是刚开始的基础建设谁赚钱？结果是电信公司。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拉电缆，海底电缆那边拉网路线，这时候他们的股价都超级高，爆干高然后后来怎么样？基础建设时代结束了以后怎么样？结束了以后就换应用层，应用就是你看啊 ，Facebook 嘛，然后 Google 嘛，然后 TikTok 嘛，赚钱赚到现在，市值大那么多倍。结果啊，这个 AI 的从集中到分散，集中的时候要台积电，因为他们要去做超算中心啊；分散的时候，手机都要重做一次都要重买啊，里面也都是又是台积电，台湾的国运很扯所以你说我今天这整支影片好像都在看衰台湾，可是从集中到分散的历史铁律来看，台积电还要继续唱秋下去，这没法度的东西贯穿的偏偏就是台积电。好，来第二个思考现在是 AI 台湾已经确定掉队了嘛？我们现在讲顶尖大模型，要么就是美国的那几家，要么就是中国的，真的什么千问大模型你现在还会讲哪一家出来讲
欧洲英国的 AI 没有啊，法国的 AI 没有啊，台湾有台湾自己的 AI 吗？没有啊，好，所以已经确定掉队了。那下一个可能是爆发式成长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来看来无人机、无人飞机有谁？大疆玩不动，大疆现在都跑去，大疆都参军了，都在俄乌战场打了不要了。好，那无人车有谁？ Tesla 虽然高雄亚洲新湾区这边会作为鸿海跟 NVIDIA 的无人车的试点，但是无人车已经有一个巨大的家伙叫 Tesla 嘛好，那下一个阵地是什么？机器人看起来是必定会就要做的东西了好，那机器人的话，以台湾的立场，机器人的大脑会是搭载什么台湾 AI 吗？没有啊，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大脑还是美国的模型，可是身体的制造组装，你觉得美国人做得来吗？身体的制造组装测试，哇，这是鸿海的天下，你知道鸿海所以鸿海未来好日子还很长，因为按照 Elon Musk 说的那个机器人的需求量那鸿海不一定拿得到 Optimus 的单呢因为说要在上海特斯拉制造，可是既然这个 Tesla 的机器人那还有其他很多厂家的机器人是不是比方说送餐机器人，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饭店里面都会用了送餐那个东西不用那么高精尖的东西那不是鸿海的天下吗？生产、制造、组装、测试就是这样所以鸿海未来好日子还很长，我是这样判断的。所以鸿海在新湾区特贸2的这一块土地它预计投放3000人说要做无人巴士等等的，2034年这中间还有很多东西会改，说不定他们到时候的主力业务也不是无人巴士。无人巴士的弊病已经发生了，就是传统的吃油烧汽油的大巴士应该烧柴油那种车维修很便宜很简单，什么东西零件坏了就换就好结果你现在换电动巴士在路上跑，没错，很安静，没有废气没错，可是它坏了怎么换？电池超级贵无敌贵，所以未来会不会值得重压无人巴士也不知道那可是无人机器人就是机器人这个东西或是做一些简易的无人机，这是绝对是鸿海电。它在2034年在那个这个叫做旅运中心捷运黄线 Y15 连开案，那边会投放3000人，会盖2栋，底下有群楼有商场，上面还有那个他想企业安家宅就不会卖，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南部的鸿海总部，我自己是很期待的。OK， 好，来第3点今天这个思考有点多反正就讲一讲就杨金龙杨总裁，央行的总裁他现在在防止什么东西？经过这一次6月18号理监事会议我算看懂了。好，这个理监事会议在讲什么？什么都没讲就是房地产政策一切照旧一切照旧。好，他在干嘛？他在防止金融泡沫嘛。这个一看他的那个理监事会议跟那个会后记者会的提供资料就知道，他现在就是很担心那个股票这边发生问题，所以他房地产这边不开放管制，要来干嘛？要来准备兜底用的。意思是什么？是股票爆炸，中小企业马上可以从房子里抽钱，股票一爆炸，那个房地产信用管制会立刻松绑，然后来让中小企业赶快从房地产里面去抽钱出来，才不会发生什么海量失业、社会动荡。所以解除管制这张牌要到那个时候用才合情也合理，不能说因为现在民粹，现在大家就为什么不开放之类的，不能够是股跟房双开两边都好到爆炸不然会发生什么事？到时候这个金融海啸跑出来了以后股跟房通通都爆炸。为什么？因为股票爆炸，人家乱卖房子乱卖房子就怎样？就多杀多现在的情况是它形成股票超级好，可是房子不要动，他也没有让房子跌他说软着陆而已他也没说林北上任央行总裁我这一生唯一的任务就是爆破台湾房地产，没讲这种话嘛他要软着陆。好，因为房地产对台湾中小企业牵涉太深，太多中小企业都是依赖房地产续命的。OK， 好，他现在就是要股票超级好，然后房子都不动，资金都驱撤到股票那边去然后到时候股票不好的时候，他也没有要解放房地产，是要大家毛起来买房子不是，而是会突然放松管制他要大家好贷款，好去做增贷，中小企业可以贷款出来撑金融风暴，撑至少1年，这个才是对台湾稳健的打法。不然当然你这样子想就合情也合理了，为什么他会如此保守？他现在就在留房地产楼市这个资金蓄水池在那边预防什么股票爆炸。
嘿不要爆了以后两边都爆，然后两边都那边多杀多，这很不 OK 啊，所以继续等吧。那个解除信用管制是这样哦，第二屋解除不是影响买房而已，而是影响广大已持有的屋主。嘿，为什么？因为以前增贷可以，你第二屋7成，增贷可以拉7成啊，你现在第二屋6成什么的，然后第三屋不给贷，一旦这些管制松绑掉以后，中小企业要用公司的房子或老板他自己拿他名字去押钱，就会容易很多。是在那个时候解放，股灾的时候解放，让中小企业老板有办法透过房地产去筹钱，维持住公司。公司赔钱是赔定了，那是续命嘛。不要说搞得海量失业，然后街上在那边动荡，那边打砸抢，就这样。已持有的屋主受到这个管制的影响会更大。所以杨金龙杨总裁在怎么样，在保护台湾民众。嘿，又不是没让你赚钱，你现在要赚钱，你去股票然后房地产相关从业人员大家就忍耐一点嘛。不过做房地产的朋友包含建商啊、代销啊、中介啊、从业人员啊，似乎都不领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